片头一开始就是奥恩贝里反抗军所录下遭到联邦军残杀的战斗惨况。第一部结束之后，马夫迪一行人搭乘着伪装成货船的英勇号和海藻希拉克号前往澳洲。刑事警察的亨德利义赞来到基地，要求肯尼斯把军力投入协助猎人头去扫荡非法地球居民。由于想要确认在奥恩贝里的反叛军的真实身份，所以派出所有的梅萨与可西钢弹一同前往奥恩贝里一探究竟。不过，两个女人的言语交锋之下，被惹火的梅斯狠狠扇了琪琪一掌后离去。那段悄悄话，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吗？我刷了好几次都没听懂过。小说中有明确写出，他其实讲的是。他在回头一瞬间看到奎斯，却一点也不惊讶；看到琪琪会惊恐，但看到奎斯却很冷静，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第一部他在接收可西钢弹的桥段中，看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对着奎斯说话的演出来看，已经是在暗示着。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ノボバです。今天的深入考察绝对大爆雷。刚看完电影的朋友可能会对第二部众多的角色以及大量大幅度移动的故事发展弄到有点晕头转向。这次我要利用鸟瞰地图的方式，随着故事线的进行，同时深入考察细节，搭配感想以及电影中容易忽略的各种补充。最后我也会整合我的观点来聊哈萨威等主要角色的内心世界。想要完整了解这部电影，一定不要错过这支影片。那我们就开始吧。本来小说版是没有副标题的，而电影版第二部的副标题原本是 Son of Blight， 指的是布莱特之子的意思，也有谐音的意义，隐喻着哈萨威是太阳。不过现在的科尔克的魔女才是真的神来一笔啊，完全凸显琪琪在整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片头一开始，我们又可以听到时钟滴答的运转声，而且从一个时钟变成了两个时钟的交错，滴答的声音还逐渐混乱后停滞，这也暗示着角色们的命运齿轮开始朝向混沌的方向脱轨失序。片头一开始就是奥恩贝里反抗军所录下遭到联邦军残杀的战斗惨况。不过根据后来反抗军所讲的，金伯利军以 MS 直接踩爆蹂躏反抗军，那种屠杀惨烈的情况却没有写实的直接演出来，真的是非常可惜啊。不过如果演出太过残忍，就会需要把分级年龄限制提高。后面还有别的情节，我觉得也是同样的状况，待会我会再提到。这就是我对这部片最觉得可惜的地方。其实万代爸爸可以再大胆一点，让画面更冲击一点，这样才能让我们对反抗军的遭遇更有共鸣，也能更加强化联邦军的残暴。反正观影门槛已经让受众几乎都是成年，甚至是中年了啊，根本不需要这样贪心。这本来就不是合家观赏的电影嘛。回到剧情，第一部中原本3位主角的预定是豪森号是从宇宙要飞到香港的，由于发生了劫机事件，才会导致改变航程，停在了菲律宾的达沃。第一部结束之后，马夫迪一行人搭乘着伪装成货船的英勇号和海藻希拉克号前往澳洲，这边我就称它叫海藻号。联邦军也在附近进行侦查搜索，在这里看到的和联邦潜艇以红色光束连线的侦察机，其实是真实存在的雷射通讯技术，在这里是为了防止米诺粒子妨碍影响通讯的手段。在英勇号上，哈萨威也被凯利亚叮咛着要吃药，我们也可以听到哈萨威自言自语。熟悉故事背景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奎斯的声音。这时候我还以为这只是一种类似回忆般的现象。英勇号上除了哈萨威跟凯利亚感情出现裂痕而争执，争吵后凯利亚在进食时的咀嚼声让哈萨威心痒难耐。这吃饭声以 ASMR 的方式呈现，真的是极其聪明的表现方式啊，让观众和哈萨威一样感受到对肉欲的刺激和勾引。哈萨威的理智也在逐渐崩坏，讨厌凯利亚的情绪和肉欲的本能强烈的互相拉扯。在船上，大家对于哈萨威和琪琪的八卦聊得不亦乐乎。正宫凯利亚虽然是事主，但是顾全组织的气氛与大局也没办法大发脾气，只能把头剃光，做了无声的抗议。可是这样的造型惹得哈萨威就更火大了，两人的冷战持续，感情也每况愈下。在这个时候，琪琪还待在达沃附近，肯尼斯为他准备的度假小屋之中，这里的水滴和海岸作画真的非常漂亮，真实到令我印象深刻啊，不得不提出来称赞啊。如此高标准的作画，让观众更能感受到这世界的真实感。一个人独自的生活让琪琪感觉到无比沉闷，
琪琪回想起了包登伯爵对琪琪说过的话，让琪琪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过着原来的人生。画面出现了哈萨维给的时钟，也在暗示琪琪内心的转变。由于上一次作战的失败，刑事警察的亨德利驿站来到基地，要求肯尼斯把军力投入协助猎人头去扫荡非法地球居民。在谈话中，亨德利就提到连恩，以及他不想扯肯尼斯后腿。肯尼斯正在忙着准备联邦内阁会议的安全部署，是因为连恩在作战的时候打输，还把高曼放走了，让肯尼斯的领导统御蒙羞。肯尼斯百般不愿意，但只好配合刑事警察，也说明了肯尼斯也是非常不认同猎人头部队的手段。打输马法提，搞到潘尼洛普坏掉，必须花长时间维修。郁闷的连恩又想起被肯尼斯严苛责备，胜利才是所谓的正义。满肚子怨气的他，还是无法认同肯尼斯的做法。他讨厌充满着大人般的算计和阴谋，就是如此纯真的思考与正直，也正是连恩的一大魅力。原本预定前往拜诺港的途中，由于想要确认在奥恩贝里的反叛军的真实身份以及金伯利交战的情况，所以派出所有的梅萨与可斯伊钢弹一同前往奥恩贝里一探究竟。初级准备前不爱穿胸罩的茱莉亚在帮可斯伊钢弹进行准备时，在驾驶舱内胸口虽然很贴近哈萨维，可是哈萨维看起来很冷静看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异性都能够勾起哈萨维对肉体的渴望。这个桥段其实小说中本来就有的，这可不是春濑导演刻意要给观众傻逼死的啊！茱莉亚这个角色设计真的是蛮可爱的，是说如果她喜欢上空，那怎么会有胸罩的晒痕呢？一抵达奥恩贝里的哈萨维一行人马上遭到金伯利部队的袭击，由于战力悬殊，马法蒂轻松获胜，并且抓到指挥官金伯利作为人质。在据点中也发现了反叛军人质被金伯利军凌虐拷问的暴行。在这里也见到了奥恩贝里反叛军的首领法比欧。豪森号的劫机事件就是他们为了筹措资金所做的行动。他们也拍下了金伯利残杀反叛军的暴行，并把影像送往宇宙殖民地。最后，哈萨维和法比欧的想法并没有交集，气氛僵持下结束了这次的见面，而且把金伯利军多数释放。虽然 Mufti 是恐怖分子，但他们并不会滥杀无辜的。不过，为了之后的战况谈判，Mufti 把金伯利和直属部下带走作为俘虏。在这里，高曼小队带走了俘虏，和哈萨维等人分开前往海藻号，而哈萨维和其他人则回到了英勇号。琪琪受不了一个人孤独生活，决定提早出发前往香港。肯尼斯送行的途中，琪琪跟肯尼斯要了哈萨维的联络方式，他留的地址是印尼的马纳多。早就把联络方式准备好放在信封的肯尼斯，想必是早就料到琪琪会向他要哈萨维的电话。琪琪抵达新香港，就在离开机场之后，随行的肯尼斯助理马上又引走了梅斯，也就是豪森号上的空姐，前往达沃和肯尼斯见面。琪琪抵达包登伯爵的豪华别墅之后，就开始张罗改造这个死板的别墅装潢。琪琪还换上了多套服装，搭配上歌曲 Cersei， 这是英语发音，我还是念 Kiruke 好了，也就是科尔克。这边是以 MV 风格的方式做剪辑，简直就像琪琪的服装秀，真的是爱死这一段了。其中的一个镜头是斥责要小费的女仆，也是重现了在小说中的一段。这个桥段之中，其实不是只有好看，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发现。这首关于魔女科尔克的歌词写道：用虚伪的态度隐藏即将消失的真心话，已经演不下去了，在你面前心就扭曲了。带我走吧，沸腾的脉动，即使是绕过正确答案的世界也无所谓。让我转向吧，丰富的过去。其实也就是在说着琪琪对哈萨维的信念，以及他心境上的转变。在这个桥段之中，就可以知道琪琪对其他人的态度是很高傲的，而且也可以从他的服装以及装潢的选择，知道他非常有品味。电影中只有暗示，而在小说中有明确说过，琪琪出身自社会底层，也曾经在色情产业中做过高级应招女郎。她过人的不只是新人类般敏锐的直觉，对于男人的眼光，还有对金钱、权力的敏锐度，以及美感和品味，都是在这个时期磨练出来的。这也就是包登伯爵欣赏琪琪并包养她的原因。她除了美貌之外，还有头脑，以及身为上流人士才有的思考、气质和绝佳品味。是说这样的出身设定也让人想起了出身相似的拉拉呢？
但就连这样魔女般高尚且自傲的琪琪，对于触动自己心灵的男人，在爱情的面前终究无法掩饰。她的内心依旧变为普通女孩一般的纯真，像是其中又出现的时钟，也说明着琪琪到哪里都带着她，说明了她很看重这个礼物。就算这只是哈萨威随手乱买的，她还是把它当作信物一般珍惜。她在洗澡时自言自语地反复呢喃着哈萨威的名字。我感受到的是她充满想念和恋爱情绪的羞涩感。不得不说，上田丽奈的完美演出赋予了琪琪强烈的生命力。回到故事，琪琪刻意以慢跑的借口用公用电话打给哈萨威，他知道有被监听的可能性，但令他惊讶的是，肯尼斯给的是真的电话号码，不过接电话的是其他人。顾虑到可能是陷阱，琪琪也以闲聊的方式要哈萨威到阿德雷德约会，这是他在前往香港时搭的军用机时听到的情报。结束奥恩贝里行动的哈萨威从伊拉姆那边得知，海利亚竟然和合不来的茱莉亚先行前往拜诺港进行任务。伊拉姆也知道他们感情生变，想要逃停。另外也讨论了联邦军似乎是要转移内阁会议到广州去的情报。而哈萨威洗澡时，虽然思考着眼前的计划才是更远大的目标，却竟然出现了奎斯的幻影，否定了哈萨威，而且浮现出琪琪的身影，并在心中挥之不去，痛苦地告诫自己，一定要脱离这世俗和肉欲，否则无法得救。琪琪的出现让哈萨威越来越难以压抑自己的欲望，这里也逐渐带出了哈萨威心理状态的恶化，以及最终决战时心理崩溃的导火线。哈萨威抵抗肉欲的桥段，这就是我认为除了金伯利军屠杀描写的不足之外，另一个可以再更直白描写的地方。在如此肉欲高涨的时刻，就这样淡淡几句话带过，实在是很可惜。相比之下，就让我想起了《福音战士》中真嗣打飞机的描写，输给了肉欲的那种悔恨，会更加具有冲击性。就目前的演出方式，哈萨威真的是个苦行僧，应该是很努力存，而不是忍下来。是说这种 me time 的时候，到底有几个男人可以忍住啊？哈萨威接到了琪琪的留言之后，明白了这是琪琪的暗号，认定内阁会议地点并没有改到广州，还是会在阿德雷德，拟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会先在拜诺港进行补给，接下来为了降低风险，会兵分3路前往中继点会合。另一方面，肯尼斯和梅斯共同度过了美好的夜晚。肯尼斯把要先前往阿德雷德的刑事警察亨德利给送走，而琪琪看到了达沃军人在协助猎人头暴力取缔非法居民的新闻后，不相信这是肯尼斯会做的事，一直想着肯尼斯和哈萨威的琪琪，他终究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过属于自己的人生。终于勇敢决定要离开伯爵，于是只带走轻便的行李，琪琪就回到达沃去找肯尼斯。琪琪到达基地之后，为了内阁会议的警戒任务，连恩也从达沃动身出发前往爱丽丝泉。肯尼斯不知道是粗线条还是扎到没在怕的，也可能真的没对琪琪出手，所以心里坦荡，就大剌剌的带着琪琪来到办公室。所有部下看到琪琪的到来，全都吓得屁屁唰。原来梅斯也在办公室里，看来是要上演修罗场喽。肯尼斯又刚好因为公事而离开，幸运闪过了修罗场。不过2个女人的言语交锋之下，被惹火的梅斯狠狠扇了琪琪一掌后离去。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场景啊！琪琪明明念念不忘哈萨威，可是肯尼斯还是在琪琪的心中有一个位置。看到有人出现，危及了自己的地位，琪琪那股唯我独尊的傲娇气息就出现了。他是不容许自己在意的男人还把心思放在别的女人身上的，他就是那种希望成为所有人目光焦点的那种个性。那段悄悄话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吗？我刷了好几次都没听懂过。小说中有明确写出，他其实讲的是上校的房事很行吧，嘴和菊花他也都要了吧。虽然讲的这么露骨，但会让梅斯这么生气，想必是真的被琪琪给说中了。梅斯会觉得琪琪一定也跟肯尼斯搞过了，才会知道这些事，所以才会大暴怒。这句台词的演出其实是有录实音发声的版本的，最后这个极近距离呼吸气音和唇齿音的版本，简直像是魔法一般，可以说是呼应着神话中克尔克的声音具有咒语般迷惑人心的能力一样。取得胜利的琪琪决定继续待在肯尼斯的身边，接着他们也准备启程前往澳洲。在军机出发前，琪琪也闲聊到会不会抓到 Mafdi 之类的话题。
还说出他们会不会是走水下。非常相信奇奇直觉的肯尼斯，相信这一定是某种预兆，就派人出去侦查。另一方面，已经抵达拜诺港进行补给的马夫蒂，同时在进行对联邦动向的情报会诊，也听说了有大型电子设备被移动到了阿德雷德。紧接着，法比欧也来到了拜诺港，跟哈萨维他们会面。在这边也告诉法比欧，那个会议并没有改到广州的真实情报。不过，由于在达尔文机场附近已经配置了法比欧的手下，哈萨维等人决定给法比欧他们一些火力补给，让法比欧继续进行埋伏打击，以声东击西的方式让联邦军以为他们的假情报战是成功的，好让哈萨维他们的主力继续前往阿德雷德。就在会议之后，哈萨维看到了茱莉亚，就跑上前去问了近况。哈萨维太努力扮演马夫蒂了，凯莉亚太可怜了。茱莉亚为了凯莉亚被冷落而抱不平。就在哈萨维反驳之后，茱莉亚马上告诉他，凯莉亚已经决定要退出马夫蒂了。还没等茱莉亚话说完，哈萨维就拔腿狂奔，想要追上凯莉亚坐的车子。就这样，在大雨中一边流着泪，一边狂奔，问着自己为什么要跑。这时候响起歌曲《End Roll》，歌词写着：我们早已离去，就算解开了弱点，那寻找的声音像走马灯一样奔跑，一次又一次，凝视、沉溺，就算心灵枯竭，两人也会变成过去，总得有人得走。同时，哈萨维的眼中闪过了种种和凯莉亚的过往。在这首歌之中，我们又可以听到始终滴答声音的元素。也意味着凯莉亚和哈萨维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向了落幕。虽然我在上一支影片亏哈萨维是三心二意的渣男，不过这真的是说笑的啦。我每看这一段就哭一次啊，真的是拍得太好了。其实，在小说之中，凯莉亚是决定在阿德雷德任务结束之后才会退出的，而且凯莉亚和哈萨维之间还有不少细节描述的。至于导演为什么决定以闪回的 MV 形式来浓缩表现，而不是用故事情节来说明，导演本人是表示这样感觉会比较好。好啦，是真的不错啦。所以哈萨维和凯莉亚的过去到底是怎么了？其实，在夏亚的反逆事件中，奎斯的死造成了哈萨维非常严重的打击，并且陷入了重度的忧郁症。擅自驾驶军机的事件也因为父亲布莱特的关系没有被问罪。靠着爸爸的关系，哈萨维到了地球，培养升息并进修植物学。偶然某天在下雨的日子，在香港遇上了凯莉亚，两人越走越近。曾重度忧郁的哈萨维也逐渐解开心防，开始和凯莉亚交往。被哈萨维所依赖的凯莉亚，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他的心理咨商师。他们也一度论及婚嫁，但因为凯莉亚并没有合法的地球居留资格，所以他们无法结婚。之后，透过教授和凯莉亚认识了马夫蒂组织的幕后黑手夸克萨尔瓦，荷兰语中是骗子庸医的谐音，真实身份是联邦军的现役或前高层，并提供大量资金等援助。小说中是只有透过哈萨维的教授介绍的，对于联邦政府腐败的痛恨，以及想要保护地球免于人类污染的心情，并且受到夸克萨瓦尔的理想感召，哈萨维决定投身加入组织。然而，越来越热衷的哈萨维也逐渐的冷落了凯莉亚，最后哈萨维也被推举成为了马夫蒂台面上的领导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茱莉亚会说哈萨维太热衷扮演马夫蒂的原因。只有闪回的方式，也就让观众比较难感同身受。为什么哈萨维会不自觉地追上去？因为凯莉亚曾经是他再度开启心房的钥匙，是生命中的支柱，对他来说曾经是那么的重要过。回到故事，决定作战计划后 ，MS 小队和可思议钢弹就离开了英勇号，前往中继点。然后一个镜头看到了船长在船里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而联邦军的潜水艇也发现了可思议钢弹离开英勇号的瞬间。几小时后，肯尼斯就在军机上得知英勇号遭到击沉，英勇号上的维奇船长、茱莉亚和米赫莎在此阵亡。在小说中，这是潘尼洛普去进行打击的。肯尼斯大肆对部下宣传，归功于琪琪的预言成功。就在即将着陆抵达达尔文机场前，琪琪突然不安大喊：“我讨厌这座机场！”肯尼斯也马上下达命令，驾驶员终止降落，马上拉升高度离开。这时候，法比欧反抗军也开始用火箭弹攻击，联邦被打掉了2架运输机，但是肯尼斯他们的运输机成功逃离。琪琪的预知力除了再次帮助了肯尼斯，也获得了下属们的信赖。
另一方面，位于阿德雷德的亨德利在和内阁官员商讨要怎么隐蔽金伯利在奥恩贝里暴行的录影，并且建议高层把在殖民卫星的布莱特诺亚，也就是哈萨威的最强老爸，调动到地球来整顿军队。场景一转，夜空之中发生了阵阵火光，地面也燃烧了起来。在远方察觉到的哈萨威驾驶着可斯伊钢弹接近，却发现了哈拉的机体残骸。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这里的演出太过简易了？其实啊，小说之中富野老爷子还真的就是这样写的，以非常远距离的观察视角来看这一场战斗，几乎就像是我们在电视新闻中所看到的防空炮火般点点的闪光而已。也许这个镜头就是在告诉着我们，在战争里生命的重量是有多么的微不足道，死亡在上帝的视角里就犹如沙尘一般微小，生命往往会在一转眼就消失而去。唉，难得出现这么可爱的女性驾驶员角色，竟然就这么快，而且还很轻描淡写的就被带去领便当了，真的是让我哭哭啊！有觉得很可惜的朋友，下面留言啊。抵达了中继点的哈萨威，一开舱门，英勇号的猫竟然从驾驶舱掉了出去。它是围棋船长的猫，官方名称叫做四春，不过实际上原名是叫做 Fortune， 也就是幸运。当时被击沉前，船长就是在找着 Fortune， 谁知道他偷溜进了可斯伊钢弹里面。在中继点，第3小队的盖尔瑟森的驾驶员亨德里克痛苦地哭着向哈萨威汇报，他们的小队遭受到了攻击，驾驶梅萨的哈拉和罗德不幸阵亡。同时，哈萨威他们也得知了英勇号被击沉的消息，就算悔恨，他们还是只能继续进行计划。回到舱房休息的哈萨威不停思考着，在解决全地球的苦难之前，对于凯莉亚和琪琪的事都只是小情小爱，不应该去烦恼，是吧，奎斯？他似乎早就知道会突然出现奎斯的身影，一点都不感到惊讶的哈萨威问道。随后，哈萨威在角落坐下后，眼前却浮现了琪琪性感的身影，一步步走来。惊恐的哈萨威身体卷缩成了一团，还弄倒了身旁的杯子，饮料洒满了一地。这一段算是彻底暗示了哈萨威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药。是的，哈萨威患有 PTSD， 而且是伴随严重幻觉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从原本的重度忧郁恶化，并复合 PTSD， 平常就会一直出现幻听和幻觉。因此他在回头一瞬间看到奎斯却一点也不惊讶，看到琪琪会惊恐，但看到奎斯却很冷静，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就代表他对于奎斯的出现已经非常习惯。从第一部他在接手可斯伊钢弹的桥段中，看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对着奎斯说话的演出来看。そうだね、クエス。それが君の答えなら、僕は変わるよ。已经是在暗示着奎斯的幻影已经如影随形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在钢弹的世界里，新人类是看得到精神体的存在的。怎么我就能断定这是 PTSD 呢？我们只要搭配最后一段大战就可以得到结论。关于这点，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提到。不过，出现了琪琪的幻觉也算是证据之一，因为新人类能看到的精神体应该都是王者。我印象中啦，如果有错的话，请各位指正。另外就是饮料洒满一地的镜头语言，就像是古老 MV 中男女主角在床上聊天聊到开始滚床单之后，镜头通常都会带到旁边有一朵绽放的花，是一样的道理。阿萨威应该是漫出来了。还是不懂，就是射到裤子上了啦。虽然他心里能痛苦的坚持抗拒肉欲，但在性感的琪琪幻影面前，生理健康又憋太久的他，终究是抵挡不了洪水溃堤啊。这个时候，琪琪和肯尼斯抵达了爱丽丝泉。在游泳时，琪琪在心里比较着肯尼斯和哈萨威。肯尼斯看似轻浮，但总会把事情都准备得好好的，非常有才能。而哈萨威则是比较随机应变。然后他又想起了鲍登伯爵晚年的悲惨经历。琪琪也知道自己有恋父情节。回到了房间，肯尼斯已经在房间内等他。肯尼斯看到琪琪换好了外出服，他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肯尼斯都准备好了餐点和酒，想必是准备跟琪琪在房间里共度春宵的。不过终究还是诡计失败啦。关于琪琪的打扮，我觉得比平常要乖巧保守许多。我猜她是刻意要跟肯尼斯保持距离的打扮。
在谈话之中，琪琪还是决定了有些事还是要趁着年轻去做才行。于是琪琪就提出了要去艾尔斯岩观光的请求。很看重琪琪直觉的肯尼斯不敢掉以轻心，于是派了护卫护送琪琪前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琪琪搭上了凯撒利亚，而连恩对于肯尼斯这么迷信看中琪琪的预感感到非常的反感，生气气的他还对天怒吼：马法迪怎么会在观光地啦？飞船接近艾尔斯岩，琪琪走到驾驶室的时候，后面的兵色眯眯笑着，还注视着琪琪的腿和屁股。导演还是没有忘记这个第一集也出现过的细节，真是太神了！监测到联邦军的克斯伊钢弹也紧急升空应战，打爆了几架古斯塔夫之后，连恩就驾驶着阿利宙斯赶到。经过一番激战，阿利宙斯毕竟只是练习用的机体，哈萨威还是占了上风。就在遭受一阵连爆之后，连恩选择把损坏的外装甲全部卸载，露出了核心机体的 New 钢量产机。而这相似 New 钢弹身影的机体，也触发了哈萨威不愿回想的过去，导致精神崩溃。眼前回到了夏亚的反逆那一天的战争，也就是奎斯死去的那一天。而身为 Mafdi 的哈萨威，他心中的大义和当年的夏亚是相同的，所以和眼前那个如恐怖鬼魅般的阿姆罗展开了战斗。被当作阿姆罗的连恩也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还听到哈萨威自言自语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简直是恐怖到了极点啊！这里哈萨威和阿姆罗争执时的对话：地球没有巨大到能够承受人类的自私欲望，人类会用智慧超越那些东西的，那就马上授予那些渔民们智慧啊！这就是阿姆罗和夏亚当年在湖边肉身打斗时的对话。人間のエゴ全部を飲み込めやしない。人間の知恵はそんなもんだって乗り越えられる。ならば今すぐ愚民どもすべてに英知を授けてみせよ。这些都是当时他和奎斯在旁边所听到的话。哈萨威完全把自己置换成了夏亚的角色，也可以说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疯狂到了失去自我，以为自己就是夏亚。对无线电另一头的林恩而言，这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崩溃实况。这里形象恐怖的阿姆罗绝对不会是真正的阿姆罗，而且新人类与王者思念体的交流更偏向是互相理解、共情的。加上哈萨威对于凯利亚咀嚼声非常敏感，这种感觉过敏的症状，加上种种迹象，这里可以确定哈萨威一定是罹患了 PTSD， 所以精神崩溃的进入这场战斗，就是 PTSD 中的侵入性回忆。你怎会屈服于那个抢走奎斯的男人呢？这句话让哈萨威想起了奎斯是怎么死的，在第一部就一直有的争论，在这里终于揭秘了，是依照逆袭的夏亚电影版中的设定，奎斯要攻击来劝降的哈萨威，阿姆罗的女友千恩情急之下为了保护哈萨威杀了奎斯，愤怒的哈萨威也随即打爆了千恩。不过小说版中，奎斯是被哈萨威亲手杀害的，所以是不是哈萨威亲手做的，这个重量感差异就会非常大。村濑导演是选择了电影版的情节，不过这样的悔恨还是对哈萨威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回到故事，阿姆罗恢复到了正常的姿态，与哈萨威做争辩。这里的阿姆罗可能就是精神体了，而哈萨威会选择成为马夫迪，可以说是为了赎罪，或是说这是他应当承受的罪孽和惩罚。他依旧认为马夫迪的行动是对的。阿姆罗再次大喊哈萨威的名字，哈萨威却说鸭子の名を呼ぶな，不要用那家伙的名字叫我。这句话真的相当有意思，用第三人称的说法叙述自己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他要切断过去那个名为哈萨威的自己。作为惩罚，他想要完全以马夫迪的身份继续战斗，去实现马夫迪的正义，作为终极的赎罪。然后战斗持续进行，在克斯伊钢的飞弹狂轰下，露出破绽的牛钢被从背后刺下光束刀，又被克斯伊钢转成正面后，连恩用了群甲中的光束刀反击，插中了克斯伊钢的头部，而克斯伊钢的攻击更加残暴，差点扭下牛钢的头。巨大的体型差异下，量产牛钢完全不是对手。就在连恩差一点要被做成闪光 BBQ 的时候，哈萨维听到了琪琪的声音，他恢复了理智后住手。连恩好狗运逃过了一劫。琪琪透过无线电要求自愿成为人质，あなたが神になればいい。那你成为神就好了。哈萨维确认了琪琪的真实身份后，用钢弹的手把琪琪接走，在高空上开了舱门和头盔。我们可以看见哈萨维的眼睛像是哭到红肿，
这就是他在作战时内心受到折磨的烙印。不过现在的他脸上则是挂着看到琪琪的安心表情。琪琪奋力一跳，从可思议刚的手跳到哈萨维的怀中，送上了强烈思念的一吻。对了，这一吻小说之中也是没有的哦。他手滑的篮子里又再度出现了哈萨维送的时钟，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带着它。他真的很喜欢哈萨维啊。可思议刚的脸也逐渐剥落，露出了底下的另一张脸。这一张脸应该是致敬旧版的可思议钢弹的设计，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武力升级，我们也只能敬请期待啦。最后抵达阿德雷德的肯尼斯看着窗外的装置，这就是 Mafti 获取情报得知的巨大电子装置，这也就是影响着最后命运决战的关键武器——光线防御臂。这边的片尾曲是《枪与玫瑰》的经典神曲 Sweet Child O' Mine。这个 Child 其实是对于情人的昵称，就像是 Baby 这样的讲法。而歌词的意境也非常符合哈萨维对于琪琪的心境。他有双最蓝天空般的眼睛，仿佛他们在思念着雨。我讨厌看进那双眼里，看到一丝痛苦。另外，片头曲的由诗莎 SZA 演唱的 Snooze 虽然非常好听，但歌词我是看不出来是不是描述琪琪的心境啦。不过原本的 MV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肉欲就是了。这次的配乐也是由最爱在歌名上玩花样的大神泽野弘之担纲，同样也在歌名上玩了个谜语，前8首的最后3个字母全部串接起来就是 Mobile Suit Gundam Hathaway。这次的原声带依旧是超级好听，我每天都在听呢。这个频道主要是聊聊日本的真人与动画电影的感想与解析。如果你也喜欢钢弹或是日本的影视作品，也请帮我订阅这个频道哦。在这里整理一下我的感想，除了肉欲的呈现以及奥恩贝利事件的表现冲击力不够外，马法提的幕后黑手华克萨尔瓦也只有名字出现过，小说中是有再多一点情节的。因为缺少了这些铺陈，让哈萨维决心投入反抗组织的理由，以及最终与阿姆罗战斗的原因，都显得让人比较难以投入。我私心觉得，闪光的哈萨维只用3部电影真的太浓缩了啦。希望以后会有电视版把更多细节补齐，那时候我们应该还活着吧？不知道要等多久啊！接下来我也想整理一下角色们的性格。首先是连恩，他其实是最像传统意义上主角的角色，他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和自觉，相信正邪分明，讨厌大人的勾心斗角和阴谋。如果以支持联邦的角度来看，他拥有正直又纯粹的内心和坚强的目标以及意志。连恩就是如同奥德修斯的英雄，在希腊神话中，只有奥德修斯没有受到柯尔克的诱惑，呼应着连恩到最后也都不相信琪琪的能力。关于肯尼斯，他迷信又好色，还公私不分，滥用自己的权力，带着女人进出基地。不过他对于世间的权力运作看得很透彻，却又没有受到完全的腐化。好坏意义上，他都是一个很成熟圆滑的大人，而且他还有着极佳的领导统御的能力，给人一种如同父亲一般很安心的感觉。也就是这样的安定感，让出身贫困悲惨、缺乏父爱，因而有恋父情节的琪琪，会一直想要待在肯尼斯身旁的原因。另外，肯尼斯看不惯猎人头部队的行为，也可以知道他还是有着人性与良善的。第2部虽然在这方面琢磨不多，但在第3部，对于肯尼斯的内心挣扎与描写会有更多。我想他会是在下一集故事中最令人感动的角色。关于哈萨维，陈大导演给小野贤章的演出指示是，希望有一种学生运动的延伸感。虽然周围的人将他拱为领袖，但小野在演绎时，我们可以感觉哈萨维更像是组织中与大家共同行动的一员。至于他的另一个面向 Mafti Nabiu Eli 正统预言者之王，他对于崇高理想有着近似于修道者般严酷的追求。而琪琪说的那句あなたが神にな那你ればいい成为神就好了，也就成为了一句哈萨维追求神性的咒语。虽然从前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某种程度他是为了赎罪而展开 Mafti 的活动，但在哈萨维的心中，要维持这样的神性，就不能够被世俗和肉欲所影响分心的，这也就成为了他痛苦的根源。然而，马法提不仅仅只是赎罪的手段，更是他逃避创伤的工具。因为 PTSD 的关系，他已经有了结构性解离的状况，虽然还没有严重到成为俗称多重人格的解离性人格障碍，但马法提这个表面正常人格，让他能够正常生活、社交，甚至是有高度的领导力。这可以说是一个分离并塑造出来的高度功能外壳。
而当他独处的时候，就会出现情绪人格，也就是承载着创伤、感到恐惧和痛苦的那个神经质的哈萨威。这也是内心试图隐藏的人格无法痊愈的伤口。如此也就说明了他觉得琪琪危险的理由，因为琪琪的存在会让马法提这个功能性的外壳人格和创伤情绪人格的界限模糊失效。前面所说的哈萨威用第三人称说不要用那家伙的名字叫我的时候，他就是在心里执行了对象化，有意识的进行身份的防御性切割，把那个杀了茜恩救不了奎斯的失败者锁在那个满目疮痍的哈萨威里。在人格解离的运作中会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意识的自动启动，第二阶段是主动的塑造和维持。马法蒂是属于第2阶段的主动强化解离，而拒绝哈萨威的名字就是他在固化这个功能性外壳。那么幻影奎斯就很有可能是第1阶段解离所创造出来的人格形象。PTSD 中的情绪性人格经常会以创伤对象的形象出现，而他看到奎斯不害怕的原因，一部分就是因为潜意识中奎斯就是他自己的其中一部分，他其实就是在跟害死茜恩与奎斯的自己对话，是吧？奎斯就是在寻求着自我认同，而这个奎斯也时不时出现否定他，所以奎斯同时也扮演着内在批判者的功能性人格，批判哈萨威借由以马法蒂的角色逃离内心的创伤，强迫哈萨威继续接受内心深层的自我谴责和惩罚。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心理挣扎，一个想要逃离创伤的自己和无法原谅过失的自己。来到琪琪，在神话之中，克尔克运用声音引诱，并用魔法施咒，将全是男性的英雄奥德赛部下都变成了猪，也就象征着堕落于原始的本能和欲望的男人们。说穿了，男人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也就对应到了哈萨威被勾起的本能肉欲。神话中的克尔克还有让野兽变得温顺的力量，对照于电影之中，琪琪可以说是影响整个战场的关键。而可惜钢弹与潘尼洛普的形象就如同巨大的奇美拉和鸟兽。声优上田丽奈也提到，琪琪在第1集的表现中如同女神般高傲，给人一种用高跟鞋踩踏别人的感觉。但在第2部中，她展现出了普通女孩子的一面，更像是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变成了会顾虑到对方，而脱掉鞋子光巧去踩的感觉。来，各位叔叔伯伯，请先抽号码牌，一个一个来啊！就如同前面说的，肯尼斯给人的安心感，让有恋父情节的琪琪想要待在肯尼斯的身边。而另一方面，为什么琪琪又放不下哈萨威？这就必须理解琪琪的性格。由于他卑微的出身背景，所以他不仅对于父爱、父权有偏好，对于金钱和权力也有相同的依赖。这样的环境也造成他没有好好的谈过正常的恋爱，加上他姣好的外貌和交际手腕，没有一个男人是他得不到的。对于哈萨威，不只是年龄相近以及新人类互相吸引的直觉，他也有着马法蒂领导人的霸气和领袖气质，加上身为反叛军领袖的角色，也更增添了危险的气息。重点是哈萨威在表面上是抗拒琪琪的，得不到的更想要，反而让琪琪更加的在意哈萨威了。而这次在第2部中见不到面时，思念反而会更加的膨胀。对于一直见不到哈萨威的琪琪，相对于肯尼斯在身边的稳定，哈萨威的不稳定与危险气息反而更加的吸引人。对于原本已经几乎放弃人生，却逐渐渴望生命热量的琪琪来说，哈萨威散发出来的危险感反而是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命感。所以琪琪卸下女神般魔女的高傲，蜕变回到成为纯真的少女，选择追寻哈萨威。最后补充一点，其中一个让我很在意的角色是他逃过一死的猫咪 Fortune。他这个原创角色，我不太懂刻意创造他的理由是什么，总不会只是为了卖商品而已吧？而他逃过一死的新猫咪直觉，会不会其实是关键，有可能改变最后结局的命运呢？你认为这个脑补有可能成真吗？留言告诉我哦。我想这很可能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好啦，虽然这个系列不敢说是完美，但无论是作画、故事、战斗，特别是角色塑造和深度刻画，都是我觉得钢弹系列中的巅峰之作。
聊到这边，你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感想，或是异想天开的考察吗？请一定要留言与我分享讨论。想了解村濑导演是怎么运用他独特美学来创造出这部迷人作品的朋友，也请点画面上的影片连接，阿萨维真实美学的深入解构。我是诺波爸爸，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说的着。